在就是讲说，那要再发振兴券嘛，那振兴券喊到了5倍，喊到6倍啊，不管你喊几倍都一样哦。一来振兴券给不给力啊？那二来就是。为什么不普发现金？为什么要发现金这么的难？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还是政治挂帅了，因为就是我讲说苏慧他是怕大家给现金，大家都存起来不花，是不是？他是这样讲，所以才我记得网友有一个那个建议呢，其实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说这网友怎么好聪明啊？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呢，苏先生讲说不能够发现金，因为发现金你会把它这个存起来，你会不把它用掉，那商家还是饿死啦。对，但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一点，我觉得就是真的不知民间疾苦到这样的程度。今天为什么我们讲说普发现金的一个情形呢？就是说社会上面来讲，刚刚千惠你提到很重要，失业率攀高，对不对？6月份6月份的失业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已经到了57万多左右。对。那个另外的无薪假，再加上无薪假的部分，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是。我们的国人当中呢，有一部分的国民，他其实现在是在水深火热当中，所以他现在是非常需要钱，他没有办法等你去印个振兴券啊，然后再说去哪里领啊，或者怎么样子发他就迟延。你想想看，那个时间对你苏院长来讲可能不是很重要，因为你反正你有银行的存款。但问题是说，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讲，他真的是苦哈哈。他现金是救命钱，救命钱。对。然后我要提到刚才网友的那个建议，我还没有讲完。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网友这个非常非常 creative， 非常有创意。他讲说，哎呀，那这样子好了啦。同样的，就跟我们打疫苗一样，我说这样子好了，你行政官员呢，你的薪水呢，你就用这个振兴券去发嘛，就是说你领振兴券好了，然后这个钱的部分呢，给这些需要用钱的这些老百姓。我觉得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idea， 你知道？当然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那为什么他？我们讲说不会啊，因为你现在你应该你自己应该以身作则嘛，你应该带领的全民呢去使用振兴券，你的薪水的部分你不要拿现金嘛，现金就是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拿。如果你硬要印，我们先不讲说你印振兴券，从以前上次的这个3倍券里面，上次的3倍券算是失败，成效算是不彰嘛。对，我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上次你花在这个印刷设计上面的钱，我们看到是好像是23亿左右那还不讲你的这个政治人物呢，透过你要去宣导的这些的广告的费用还不包括在里面，单纯的因为你设计啊、印刷这些你就花了额外。那你想想看，23亿表示什么？我们台湾有2300万人呢，就表示每一个人要多去承担100块钱。这100块钱可能对于你这个院长来讲呢，可能它是一个小钱，可是对市井小民来讲呢，它其实是你把100块给他，他也可以买个面包，也可以做其他的一个事情。所以而且最主要是说，你还要研究，你还要花时间去印这些的东西，你可以等，但是平常的通常市井小民呢，他们没有办法有这个时间去等，人力、物力、时间成本都是成本。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才讲说，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国民党就讲说普发现金。对，这个不是说并不是讲说国民党多聪明，不是，只是我们从国外的借鉴，我们从这个欧美的借鉴，其实是第一个时间就是用普发现金的方法，让需要的人在第一个时间他就可以用得到。然后我们看到像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有谈过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情形，他的动作也是非常非常快，然后他甚至就是说他的这个企业界呢，他也会比如说政府出多少百分比之后，企业界补多少的百分比，所以让老百姓呢，他除了可以收到这个政府的这个纾困的这个钱之外呢，另外的从企业界也可以补，也可以，他说让他们可以在第一个时间拿到。那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刚才清慧讲一点很重要，这个是救急的钱，它不是在救穷，这个也不是你政府的什么纾困的政策，这些的钱其实都是老百姓的钱。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1年以来，我们的这个股市的交易很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 QE 宽松制度，所以很多的闲钱这个流到我们的流到我们台湾来，所以呢，单纯的这个证券交易税的部分，3%证券交易税的部分呢，我们那个 data 已经出来，所以去年超收了很多的证券交易税的这个收入。那既然这些钱是从老百姓来的钱，你今天就应该在老百姓有需要的时候呢，把这些的钱发下去，对，你取之于百姓，就要用之于百姓。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才在讲说，你
你并不是说今天你去年的税收不好或怎么样，不是哦，你去年的税收已经是非常好，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报税不是延到这个6月左右的这个情形吗？那你延长了之后，你的税收老百姓也已经把这个税缴了，所以你从你的实际上面的数据上面来讲，你的税收其实足够支应，你可以赶快用现金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市井小民，他因为其实服务业真的很惨呐，对，你知道，就是这个小吃店呐，然后有一些的那个旅游的这些服务的这些的东西，它全部都没有办法做。然后你看补教业也是很惨，然后交通运输的部分也通通都很惨。这些他们老百姓呢，其实需要在第一个时间能够拿到这些他们救命他们维持基本生活。我们不是讲说他要去做什么样子一个那个旅游啊什么，不是，你就是维持他基本生活必要的需求呢，其实应该在第一个时间就把这些钱给下去。那其实讲到这个啊，我真的要讲接下来其实这个对台湾来说，台湾的护国神山，我觉得面临一些风险和困境了。因为半导体当然对台湾来说是领先全球的行业，好，所以呢，这个可是接下来所面对在国际上的这些新的风险挑战和危机啊，不管对我们的国家竞争力，或者是这个经济发展，或是人才就业，其实是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哦。那其实之前我记得我也有问过这个桂民委员，就是说当时张忠谋在台积的在 APEC 上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新趋势，也就是很多国家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自己在境内生产晶片半导体，但他觉得这个成本很高啊，不应该这样，应该还是回归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之下这样。第一个，可是第二个，他没有说出口的担心，我觉得还是因为美中这两只大老虎相争吧。那台积电即便是这个行业的领头羊，但它怎样在中间是左右为难。而且我今天看到相关的一些讯息出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好像他是要逼台积电是吧，把整个总厂搬到美国去，是不是？对，一定的哦。我想观众朋友呢，可以从在早期的时候，不是对岸中国大陆它成立的这个红色供应链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台湾高科技的产业，尤其是半导体产业就很担心，因为在这个整个红色供应链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他把这个所有东西都移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情况的话，那台湾担心的就是说台湾的这个产业呢，它会被，因为我们知道供应链就不是一个，比如说台积电，对不对？台积电它不是说只有它的晶圆，它还有下面的封装测试等等的，所以它是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半导体产业，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的一个就是说，半导体产业呢，它是一个这个人才这个集中，资金集中，技术集中。然后这样市场也是要能够提供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行业。那我们知道台湾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美国呢，当初为什么它不要这个半导体的制造是在美国本土？当然它需要耗电很高，对不对？水电这些的，还有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员哈。那我们看到在美国呢，它最先进，比如说 Stanford 出来的、MIT 出来的，它并不是在半导体业去从事啊，它大部分的这些的人是到哪里去？比如说我们看到 NVIDIA、Qualcomm 啊这些的，就是说还有说我们讲说有一些机器设备的 high end 的这个东西，它去做这些，所以呢，他当初就想说，我的设计的部分呢是维持在我美国啊，但是呢，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实际上面的制造，因为你耗电，而且你还会有一点点这个担心污染啊等等的这些的情形发生，所以他把他的制造业呢是不在美国的本土，所以他当初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分布的情形产生。可是这次呢，因为他是担心什么？他担心就是说，从红色供应链起来之后呢，他就担心就是说，好，那如果这些东西全部到了中国大陆之后，然后美中之间有任何的一个争议、有局域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将来这些晶片的不供应给美国，那美国会很惨，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的国家里面呢，晶片是无所不在的，你不是只有在电脑上面，它有很多的，比如说车子也好，或者是飞机啊，或者是军事啊，我们讲说车载的晶片，在今天来讲，其实它是很热的这个晶片，因为它要能够很快的把讯息能够储存，然后能够修正变更等等这样的情形。好，
好，那我们看到的呢是上次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那个德州啊，它出现了应该不该有的这个大风雪，所以呢，看那边的几个公司呢，像 NXP 也好，就是它还有 Samsung 的，它也有在那边也有。然后我们看到就是 Infineon 啊 ，Infineon 它原来是 Suspension， 它也是做车载的这个晶片，它因为它的工厂的水管爆掉，我记得我们上次在千惠的节目里面也有提到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它那边的 Fab 全部都 shut down，那边的没有办法做，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晶片的缺呢，它是全球发现。那你千惠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一次，其实在还没发生之前，我们在那个新闻大爆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园区的这些公司，我们请政府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如果说他有员工确诊染疫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然后呢，那你现在不能讲我护国神山，因为你的单纯的晶圆，你没有办法直接使用 wafer， 你没有办法直接，你还会有下游的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时候我们提到的时候，结果政府也不理啊，结果就果真晶圆它不是发生问题吗？还有其他的超风也是一样。那它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它造成的结果呢，就是说，即便你上面的东西呢是 OK 的，因为台积电它只有1个还是2个确诊的案件嘛，它没有影响到整个的营运。但是你下面的封装测试你产生问题的情况之下，产品还是有问题啊。是啊，所以它还是会造成侵害。如果观众们有注意这个讯息的话，你会看到最近大立光为什么大立光它出来讲说它的这个有点担忧明年的情形，那大家会觉得说不会啊，你宅经济你的需求是很多的，你怎么会担心明年的情形？它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它不是也有一些的这个封测的这个工厂嘛？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个地方有这个确诊的这个情形，而且马来西亚现在确诊情况非常严重。对，所以呢，它就变成就是说，好，我们原来的有一些的这个封装测试，除了这个台湾自己有的这个，比如说像南茂啊、日月光啊、细品啊等等这些之外呢，然后你有一些东西你是在国外弄的，好，那当你国外也确诊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你的部分呢，你的供应没有办法出来，那你没办法出来，所以 Apple 不是也 Apple 那个 Cook 不是也出来讲说，他很担心这个Apple 的营收，最主要他讲说高阶的部分它没有问题，因为高阶的部分，比如说是像 TSMC 啊或者 Samsung 啊他们在做的，它呢没有问题，可是它低阶的部分的 IC 的 supply， 它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产生，所以这些的情形呢，大家都会知道，这些情形其实是供应链环环相扣的供应。那我为什么会提到供应链的情形呢？我们都知道，我刚刚前面先讲了，美国最高阶的人才呢，他并没有在做这个代工的部分，他是 focus 在这个 design 啊、设计啊等等的情形。好，那这些的人才，你将来 run 一个公司的一个 run 这个代工的情形的话，那人要从哪里来？那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如果你记得那个赖教授，其实也有提到说，他儿子被 offer， 就是台积电 offer 说，他要不要去这个那个美国哈，然后那同样的就是说，他会给你瑞卡呀等等的全家的。那大家知道台湾呢，我们第一流的人才是到哪里去？到台积电呢？所以这些的人才如果将来出去的话，我们讲说，第一个担心的是技术会出去嘛，对不对？好，那第二个，我们台湾的人才也外流，技术也外流了，人才也外流了，台湾被掏空了。对，台湾会不会被掏空？那如果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面临这样的情形，因为大家知道。Intel 已经出来讲了哈 ，Intel 因为它有美国台积电是敌人，对 ，Intel 已经出来讲它的钱从哪里来？我们刚刚前面最讲说它是资金密集的资金密集的产业，但是美国有钱了，所以美国现在政府呢 sponsor 给他这个钱，然后让 Intel 去买什么？让 Intel 去买 Global Foundry。我们上次有提到 Intel， 因为它以前它虽然有制造，可是它是在做 CPU 可它其他部分它没有 focus。那所以呢 ，Global Foundry 的部分呢，正好它把它acquire下来并购之后呢，它就有除了 CPU 之外，其他的部分它也有。所以美国打的一个算盘呢，就是说希望 Intel 将来能够取代这个台积电的一个位置。那你想想看，好，那如果说将来果真是 Intel 它因为 Intel 的 IP 其实也是很强嘛，所以 Intel 全球它也不会有什么 IP 的问题，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很品牌嘛，它的基础的建设起来。那我们讲说好。
好 Intel 取代这个台积电，然后技术呢，结果人家比你强。如果我们的人呢又出口输出到美国去帮人输出了，对，输出去帮人家去让人家的台湾还剩什么？台湾还剩什么啊？台湾还剩什么？因为你现在台湾的经济的部分，如果你去看那个所有的 data 上面，台湾靠的是什么？就是半导体产业嘛，就是半导体产业。所以当你的半导体产业呢，你挪出，那台积电它也回来讲了，它除了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投资之外呢，另外的还有日本的部分也在谈嘛。你听说现在德国也张开双臂欢迎啊？对，但台积电虽然有出来讲说德国它会缓一缓了哈，但问题你想想看，就是说全球的几个主要的市场啊。那个第一大市场美国嘛，对不对？你在那个亚利桑那州投资，然后第二大市场中国大陆，它在南京厂它也有投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也讲说日本的欧洲的部分啊，然后在日本的部分，这个时候大家想想看，先从经济上面来讲，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从经济上面来讲，你已经把你最重要的一块的东西呢，如果你去把它抽离台湾，我们不要讲说掏空了哈，我们就说抽离台湾的情况之下，台湾的产业的空洞化，它所带动的影响不会只有台积电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供应链嘛，对，供应链就是说不是只有你的主要的部分而已，它下游的部分、上游的部分，它所有的影响的层面，它是一连串的。以现在来讲，我们的失业率呢已经飙高了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些的优秀的人才又都出去，然后我们现在很惨的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业的部分很惨。如果你把台湾只剩下一个服务业的一个情况之下，然后你的疫情又不能够控制100%控制，然后你的边际又没有办法开放，对，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是让自己孤立无援，那最严重自生自灭啊！你就有这种 feel 啊？对，但问题是说你要考虑到一点哈，就是说以现在台海的这个紧张的一个局势，两岸关系又不好，对，两岸关系又不好，你没有一个热线可以沟通，有误会你也没有一个解释的一个管道，然后再加上现在各国如果觉得说，哎，我需要的东西，我在我自己本地的地方呢，我都可以解决的话，他在乎你台湾吗？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台湾就真的变孤儿啦，对，完全被边缘化，国际孤儿，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政府呢应该要正视这个问题，绝对不能把这个问题呢双手一摊，然后没辙，或者是说把这个烫手山芋呢留给其他的人来处理。